中国的北方呢，有一处瑰丽壮观的仙山，它有着罕见的外形五座主峰呢高耸入云，峰顶呢平坦犹有擂台，它便是佛教4大菩萨之一的文殊菩萨的道场，与佛家文化结下深厚的渊源。它就是避暑圣地五台山。相传这里呢不仅藏着清凉神石，还有文殊菩萨显灵救助众生的事迹。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五台山龙宫清凉神石。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那五台山呢被誉为华北的屋脊，其最高海拔呢可达3000多米，五峰直插云霄，环绕盆地呢就构成了一个马蹄状空间，酷似印度的灵鹫山。山峰上呢绿草如茵，云雾缭绕，可谓是一处世外桃源。而五台山最神奇的就是天气虽然是夏天呢，这里的温度却和大兴安岭差不多，因此呢，五台山从古至今呢都是达官贵人避暑的好去处。在这个地方呢，经常会发生一些无法解释的怪事，也留下了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相传早期的五台山呢，气候异常恶劣，冬季天寒地冻，春季呢风沙大作，夏季呢炎热难耐，而农夫无法下地耕种文殊菩萨恰巧呢在此布道，见百姓受苦心生慈悲就发愿救度生灵，改变这里的气候。因此呢，他就来到了东海龙宫想要借一样能让五台山重新焕发生机的宝物。而文殊菩萨呢，摇身变作一位年迈的和尚，手托钵盂呢，坐在一头青色的雄狮上往东海而去。当他到达龙宫的时候呢，便看到了一座巨大的岩石耸立在那里。人还没有走近呢，就已经有一股凉气扑面而来。文殊见到了东海龙王之后呢，诚恳的就说道早听闻东海龙王为人慷慨，乐善好施，胸怀大度，所以想向你借一件宝物，不知你意下如何呢？老龙王闻言被夸奖呢，脸上露出了笑容就摆了摆手道我们东海奇特的宝物数不胜数，你想要什么尽管拿去吧。文殊菩萨呢就陪着老龙王逛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什么满意的宝物，于是便装出了一副失望的样子说就没有别的宝物了吗？于是老龙王就带着文殊出了皇宫指着屋檐下那块巨大的石头就说，这块石头叫做歇龙石，我的5个儿子呢每次捕鱼出巡回来呢，总要躺上去歇息片刻，可消暑汗解疲乏。当时的文殊顿时就眉开眼笑朗声念着佛号就说贫僧就选这个。龙王有些抱歉的就说法师可以借任何东西，就是不可以借这块歇龙石，因为它是花了几百年的功夫我们才将它从深海中挖出来的，冰凉无比。龙子们每日劳作回来呢，皆是大汗淋漓热气腾腾，便在此石上面休息消暑。你若是借用呢，那龙族便一无休息之地了。可是文殊再三请求龙王虽然不想将神石借给别人但也不好一口拒绝。他于是就估摸着这位老和尚一个人肯定扛不走这块石头嘛，就只好勉强说道神石很沉你要是能扛得走的话，就自己拿去好了。殊不知文殊等的就是这句话，他走到了这个歇龙石面前呢，双手一合十呢，口中念念有词随后呢，歇龙石上点了一下，这块石头呢就仿佛是着了魔一般不断缩小，最后就变成了拳头般大小，被文殊揣在了衣袖之中。看到了这一幕呢，老龙王才知道这僧人有多厉害，可是后悔呢也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文殊呢就收起了歇龙石向龙王道了一声谢之后驾着祥云返回了五峰山。当时的五峰山上太阳毒辣，由于太久没有下雨呢，所以土地干旱，民不聊生说也奇怪呢，这块歇龙石一落在五峰山上呢，五峰山上顿时一片清凉，一股清泉呢就从地里还冒了出来，五颜六色的花朵呢在山间盛开，刹那间呢山水秀美景色宜人。从那以后呢，百姓便把这歇龙石改为清凉石，这座山谷呢就被命名为清凉谷，而且人们又在那里建了一座寺庙起名叫清凉寺，五峰山呢也就改名叫做清凉山了。不曾想呢，龙王有5个儿子呢，老五脾气暴躁皮肤黝黑，被人称为黑脸五爷。这一日呢，几条小龙降雨回来呢，疲惫不堪想要到歇龙石上休息却没想到这个歇龙石不见了。一问之下呢，才知道是文殊菩萨将他送到了五台山去了。5条龙子一怒之下呢，立誓呢要将歇龙石夺回来，于是就追到了五峰山。没有想到呢，没能找到文殊，于是怒气冲天的这个小龙王一尾巴就将这个五峰山扫成了平地，然后用锋利的爪子呢，将一块块巨石掀得到处都是。直到今天呢，石块依旧遍布山中，被称为呢龙翻石。文殊自有应对之法，
于是他就对小龙王说呢，蝎龙石呢就藏在密摩岩的2座巨大的岩石之中。没有想到5条龙子刚刚钻进了岩洞呢，文殊菩萨就念了一句口诀呢，将2块岩石合而为一，只露出了一条狭窄的缝隙。文殊菩萨嘱咐这些年轻的小龙王呢，在这里好生修炼，并且说呢会派遣门下的弟子前来供奉他们。所以呢，这一处密摩岩洞呢也被称为朝龙洞。相传在这里不同的人来这儿呢，看到的景象也不同。善人看到的是佛祖，而相反的恶人呢是不会看到这种境界的，真可谓是万人万境。更有一种说法是，朝五台山呢若不朝拜朝龙洞，只算是拜了半个五台山的这种说法。时至今日呢，清凉石的传说呢已经传了数百年了，而清凉寺呢虽然已经破败了，但清凉石呢依旧屹立不倒。这是一块长5米、宽2米半、厚2米呢，外围15米的大石，表面是一片青灰色，石上有着一道道云纹，人坐在上面呢就能够感到阵阵凉意袭来。至此呢，文殊菩萨便降服了小龙王，并将他们安置于五峰之上，而老五呢则被分配到了北台最高处负责五台山的耕耘播雨。后人为了感谢五爷呢对五台山所做的贡献为其修了一座五爷庙。相传五爷也是文殊菩萨的一个化身，因为喜欢听戏呢，所以又称写戏文殊。后人专门修建了五爷庙戏楼，而每逢五爷生辰呢，百姓们便会给五爷摆上一台大戏以求来年风调雨顺，国家繁荣昌盛。平时呢也会为人们还愿的一种方式，为五爷唱一台还愿戏。在民间有这样一个说法呢，就是这位五爷原为黑脸，后来得到了文殊菩萨的点化呢，住在了北台。而文殊呢为普度众生，化为了五龙王，于是五爷就有了如今的金脸。所以这个五爷呢就是广济龙王菩萨。康熙年间呢，为了照顾百姓祈求雨水呢，将五爷就请到了万佛阁，殿中央呢就摆着五爷的雕像，左右呢是五爷的4个兄弟以及龙母雨师。如今大家看到的这个五爷呢，不但披着龙袍，旁边呢还有半副銮驾，那是康熙为了感谢五爷的普度众生特意赏赐的，上面还御笔了龙参2字。文殊菩萨的这一善举呢，实在是功德无量。不过民间传说呢，往往掩盖在历史的真相之下。说到这里呢，就不能不提到怀仁的清凉山了。怀仁清凉山和数百里之外的五台山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有一句话呢，叫做先有清凉山，后有五台山。在怀仁清凉山的北面呢，有一座石窟遗迹，洞口的瓦硕堆砌出来，上面就刻着清凉寺3个大字。根据唐代法藏注《华严经探玄记》中说，清凉山呢则是岱州五台山也。这2座山的山名和寺名呢竟然是一样的。此外呢，怀仁清凉山的石窟供奉的是文殊菩萨，而在其东面还有一个文殊院的遗址，这意味着文殊菩萨曾经在此宣法。这2个遗址的背后呢，应当是有一段历史的根据的。在唐朝末年呢，中国又一次陷入了4分5裂的局面嘛。特别是在公元938年，后晋高祖石敬瑭呢向契丹交出了幽云16州后呢，这一条衡山山脉就成为了中原与契丹之间的国境线了。衡山之北呢，皆为契丹之地。契丹原本没有佛教信仰，他们的信仰是萨满教嘛。而唐朝末期呢，契丹首领扩充疆域的时候呢，也有意吸纳中原地区的文化，招揽汉族的博学之士。所以在此条件之下呢，佛教便传入了契丹。至天显2年呢，信奉佛教的女真族渤海部族就被契丹攻陷了，有50多名女真族僧侣迁徙至了契丹的都城，在这里就建立了天雄寺，以弘扬佛教。自此之后呢，佛教在契丹王公贵族中就流传了开来。到了辽圣宗新宗、道宗3朝呢，辽代佛教就达到了鼎盛时期。那个时候呢，好建佛塔，也创建了很多独特的风格艺术。然而地理位置而言呢，文殊菩萨的宣法道场五台山呢，恰好就在衡山之南的北宋境内。这也就意味着大辽的子民呢，必须穿过边境来到大宋才能够参拜文殊菩萨。而宋辽当时战火不断，辽国人想要进入大宋简直是天方夜谭。从那以后呢，辽国人就在衡山之北靠西京府的地方选了一块风水宝地修建了寺庙、石窟、佛塔，这里就是后来的清凉山，也就是那个时候辽王朝的文殊道场了。那为什么只有五台山是出了名的凉爽呢？在唐代的陈官大师在游览五台山之后呢，在华严经书中就提到，以岁及坚水，下人飞雪，曾无鼹鼠，故曰清凉。明末徐霞客呢是一位著名的地理学者，他于黄历8月初秋游览五台山，便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呢记录了下来。
初六呢，徐霞客登上了南台的锦绣峰时呢，遇上了和关外相同的严寒，不由得就感叹道：狂风怒号，滴水成冰，真乃奇观也。初七呢，徐霞客登上了北台叶斗峰呢，更是在悬崖上看到了一片银装素裹、七月飞雪的奇观。如今的五台山呢，依旧是那么的高冷，一年的平均温度呢只有零下4度，最热的7、8月呢也不过是10度，更别提冬季了。据说呢，夏天来五台山的游客呢，夜间在峰顶过夜呢，还得开暖气。地质学家进山调查时呢，还必须穿上保暖的棉衣。经过勘探呢，学者们就发现五台山上从龙王那里拿来的清凉石的主要成分呢是石英岩和片麻岩，即便是在阳光暴晒呢，摸起来仍然是冰凉的。不过除了这些呢，清凉石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难道它真的可以决定这里的气候吗？随着考察的深入研究呢，地质学家就发现了五台山更多的奇特之处。因为五台山中呢，到处都是奇形怪状的石头，上面都有奇异的花纹，纹理呢像层层的书页，又像重重的水波，散发着一些古老的气息。那经过研究呢，地质学家就发现这些岩石呢是一种被称为叠层石的化石，上面的纹路呢是原始的史前海藻生活过的痕迹，它们生活在30亿年前的海洋之中。而五台山呢，在经历了强烈而复杂的地壳运动之后呢，从海底隆起，是地球上呢最早露出水面的地核之一，也是世界上已知古老地层构成的最高山脉之一。它完整记录了新太古时代到古元古代这种地质演化的历史。那么在这么长的岁月之中呢，五台山究竟孕育出了什么样的自然奇景呢？那这些奇迹与这里的清凉气候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因为五台山还发现了多处典型的冰原地貌。最早发现冰原地貌的是徐霞客，他的游记中就写到：徐先屈台之南，登龙帆时，其地乱石数万，涌起峰头。这也就是传说中提到这个小龙王刨石的事情。地质学者们就认为龙帆石呢，也就是所谓的石海，大多数呢是在峰顶或者是山体平缓处形成，而五台山的这个岩壁之上呢，则遍布着纵横交错的碎石，仿佛瀑布一般倾泻而下。这是石河的另一种现象，多在这种冻土层的低洼地区和沟谷之中而形成。除了这些奇异的怪石岩石外呢，陡峭的山壁上还隆起了一大片凸起，宛如一面大谷。这些被称为冻障丘，也被称为冰丘，属于冻土地貌。在山顶的草地上呢，还可以看到许多由碎石形成的这种坑洞，也被称为热熔湖的地貌。这种现象呢，的确就为五台山增添许多凉爽之意，但是却无法成为清凉圣地的决定性因素。清凉呢，不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在佛教里面还有着特别的意义。佛经认为呢，修行能够消除一切烦恼，让人心静下来，进入清凉的世界。佛教把人体清凉的感觉呢，引申到了一种超越欲望的心理境界。因此呢，清凉是与烦恼相对的，它体现了修行者呢清净超脱的精神境界。清凉山呢，用来形容五台山呢，十分的贴切，确实是一片最好的修行之地。在过去的亿万年之中呢，大自然仿佛以一种无形的魔力呢，就造就了五台山的这种清凉气候。这座佛教名山历史悠远，这里有许多神秘的现象呢，是现代科学都无法解释的。而清凉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或许是东海奇石的超凡力量，又或许呢是文殊菩萨的慈悲法力，正在默默地守护着这一片神奇的神山。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大家还喜欢我们这一期做的节目吗？喜欢的话，请留言、点赞加转发支持我们的视频哦。我们会在每期节目最后下方留言当中选出一个我最喜欢的留言来进行宠粉活动。宠粉活动的礼品呢，就是宇哥之前讲过的一些书籍，还有小糖抱过的娃娃，所以请大家多多留言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